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世界的列车大劫案。15名劫匪在2名线人的配合下，不到半个小时，把一列装满260万英镑现金和金银珠宝的列车洗劫一空。你别忘了，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260万英镑和金银珠宝加在一块儿，那是当时在世界上不得了的一个天文数字。那么其中被抓捕的部分成员呢，被判刑高达30年。那这场列车大劫案至今牢固地占据了英国犯罪史上抢劫案的榜首。而最离奇的呢，还不是案件本身，其中有一名劫匪，名字叫罗纳德·比克斯，在犯下震惊世界的列车大劫案，戏耍了英国警方之后，摆脱了追捕，开始了长达36年的全球逃亡生活。而且这36年期间，他居然成了一名明星。就说历史上没有一个逃犯能像这位比克斯一样把逃亡做成一门大生意，甚至多领域发展。他利用案件呢，还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妥妥的网红明星，出单曲、拍电影，摇身一变呢，成了国外政府追捧的摇钱树。最后又在晚年呢，主动回国自首。所以这比克斯可以说是抢劫犯历史上最为传奇的一位了。那今天呢，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就给大伙讲讲这个英国列车大劫案以及这位明星大盗的逃亡之旅，怎么把这逃亡之旅变成了创富之旅，甚至是创业之旅。咱们都说这个3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这场大劫案当时就有这么3个臭皮匠预谋并且实施了这次列车大劫案。他们分别是呢，刚才我说这个主犯罗纳德·比克斯，还有一位叫布鲁斯·雷诺兹，还有一位叫斯坦·阿基特。这3人是怎么凑在一块呢？又怎么想到要打劫英国皇家邮政货运列车的呢？这得从这3个人物的关键经历来说起。首先咱们说这个主犯罗纳德·比克斯，他是1929年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工人家庭，家里呢有5个兄弟姐妹。从小呢，父母和哥哥姐姐呢都很溺爱这个比克斯，结果这比克斯染上很多不良嗜好，你比方说偷东西。15岁那年呢，比克斯第一次因为偷盗文具被告上法庭。18岁的时候呢，比克斯呢加入了英国空军。他父母呢认为把他送到部队里呢能够帮他改掉很多恶习。可是没想到参军2年之后，比克斯因为有一次在药店里偷窃被开除了军籍。之后呢，这比克斯有点破罐子破摔，偷过车，偷过钱，因为偷盗屡次入狱。也就是在监狱里边，他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同伙布鲁斯·雷诺兹，也是列车大劫案的主谋。这雷诺兹呢比比克斯小2岁，他1931年呢出生于伦敦，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他母亲在他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呢后来也再婚。他是家里的单亲家庭缺乏管教，雷诺兹从小就是个问题少年，打仗偷窃抢劫，没有坏事他不敢干的。长大之后，雷诺兹在一家报社做过一段时间会计，但他很快厌倦了这种平淡无奇收入也不高的这种日子。1957年呢，雷诺兹参与抢劫了一名图书出版商，虽说涉案金额不高呢，但是受害者受到了严重的人身伤害。这雷诺兹呢被判入狱1年，出狱之后呢，他加入黑社会。在1962年呢，雷诺兹呢还参与了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运钞车抢劫案，劫走了当时6万2千英镑，这也不是个小数了。而与雷诺兹有所不同的是呢，比克斯从监狱里出来之后遇到自己真爱，一位小学校长的女儿，2个人呢很快就结婚了。结婚以后，比克斯决定我金盆洗手不干了，挣钱养家，我当个好男人。可是人一旦有过这种违法犯罪的经历，他再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这早晚得出事。那么比克斯家里边2个儿子出生之后呢，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紧。那个时候呢，比克斯在一个退休的火车司机家里做木工。这个退休的司机呢，就是他们同案犯的最后那位，叫斯坦·阿基特。至于他真实的身份呢，至今呢也无人知晓。这阿基特呢，曾经跟比克斯吹牛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我没碰过的火车，就凭哥们儿技术把一整辆车劫下来都不在话下。咱们说这说者无心，是听者有意比克斯把这话悄悄就记下来了。与此同时呢，比克斯和狱中好友雷诺兹一直保持联系，而雷诺兹呢
出狱之后就一直想再干一场大的。所以听比克斯聊起这位退休的火车司机，这雷诺斯就产生个主意，然后把这个比克斯和阿基特三个人聚在一块儿，就策划这场惊天的火车大劫案。那么根据阿基特所说呢，英国皇家邮政货运火车有个特殊的车厢，叫做 HVP 包厢，也就是高价包裹包厢。里面呢，包厢都是什么呢？是装有大量现金和有价值的邮包，像金银珠宝啊，都在这个包厢里。但是皇家邮政列车上面呢，没有一个警察，也就是说呢，保安系统非常的弱。这不过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火车上呢安装了女王尊严的画像，那么这列火车100年以来呢，还没有遭遇过抢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对这辆列车呢比较了解，一场震惊世界的火车大劫案即将上演了。那经过长达半年的招兵买马和精心策划，三个人呢以他们自己为核心，很快壮大成了一个将近20人的团伙。巧合的是呢，通常这一车厢啊装载现金的价值大约是30万英镑，但是案发时呢正好赶上苏格兰银行的周末放假，所以装在 HPV 包厢里的现金包裹数比平时多出几倍，这金额就高达260万英镑。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促成了这起案件呢成为英国历史上被劫现金最多的案例，在英国犯罪史上呢被冠以世纪劫案的罪名。咱们现在就给大伙说说整个这个劫案发生的经过。这是1963年的8月7号，当天是星期三，在下午6点50分的时候呢，从苏格兰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出发，预定于第二天凌晨3点59分到达伦敦的尤斯顿火车站。到了8月8号深夜，盗窃团伙呢按原计划行事，在凌晨3点的时候呢，列车准点经过了白金汉郡，这时候离终点站呢不到1小时时间。这个时候几名懂器械和铁路信号的盗窃团伙成员改造了铁路上的信号灯，其实很简单，就把绿灯灯泡盖住遮光，同时在红灯的灯头处呢接上一节长备电池，这样红灯就一直亮着，列车到这呢就得停下来，就等着列车上当。那么皇家邮政列车司机呢离老远看着红灯，果不其然紧急拉下了制动阀，整个列车就这么停下来。列车司机让助手下去看情况，说怎么回事，有什么紧急情况。助手来到旁边一个电话亭，准备呢去呼叫信号员问情况。而这个时候呢，他发现电话亭电话线呢被剪断了。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我先回去吧。正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几个人从后面呢把他的嘴给捂住了，对着他就当头一棒，顿时就把他打晕在地了。这列车头里的司机呢正在等着助手汇报情况，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来的是几个蒙面的陌生男子。这劫匪呢很快就制服了火车司机，而 HVP 高价包厢就是在火车头的后面，处于整个列车的第二节。按照劫匪的原定计划呢，他们把这个 HVP 包厢给切开，跟后续车厢的连接给断开，然后让那位退休的火车老司机，就他们的同伙阿基特，把挂着 HVP 车厢的列车开到他们原定的卸货地点。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出了一点差错，这阿基特可能退休时间也长了，发现皇家邮政列车的机车是新的型号，他以前没碰过，他不会开。没办法呢，劫匪呢只能胁迫原来的列车司机，让他把这个机车开到1公里以外的这个地方，叫布雷吉路桥。开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剩余的车厢和列车员还在原来火车被拦截的位置。而车上其他人呢，对于悄悄发生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以为只是呢临时前方有事停到这个车站里边了。那么这个火车头和 HVP 包厢被拉到预定地点之后呢，15名劫匪可以说平常这半年经过训练，早成了训练有素的突击小队，在半小时之内把128个总重高达 2.5 吨装满现金和金银珠宝的包裹通通运到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几辆吉普车上，然后一行人开着车迅速消失在黑夜之中。这样深夜的白金汉郡呢，只留下被抢了一片狼藉的列车和几名被捆绑起来的列车员以及司机。那么被他们抢走的包裹呢，总价值高达26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应该是5000万英镑左右，折合人民币呢，在当时就高达4亿5700万。
那劫匪呢，把包裹带到白金汉郡附近的一个农场，这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分赃地点。那分赃之后呢，这群人还不忘把农场一把火给烧了，目的是为销毁证据。也正是这熊熊燃烧的大火，很快把警方引来了。面对眼前这一切，英国警方发懵了。要知道，在英国的乡村从来没发生过这么大的大劫案。第二天，这个案件呢就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他们称这起案件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车劫案，因为干的还挺隐蔽，还利索迅速，同时这个劫的总金额实在是太高了。那面对铺天盖地的报道呢，这劫匪们没有远走高飞，他们想避避风头，等风声过去之后再做进一步计划。于是这帮人就来到白金汉郡附近的另外一个农场躲起来。而事实证明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警察一开始毫无目标和线索，他们计划在事发地点方圆50公里之内搜索。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监控系统根本没有普及，尽管出动了直升飞机，眼前看到的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农场，想找这帮劫匪是很困难。这个时候呢，警方想到不如高价悬赏，让周围的农民呢来提供一些有价值线索。那么在银行的帮助下呢，警方悬赏26万英镑，就整个这个总价值的 10%， 来缉拿作案团伙。这案件呢能有进一步进展呢，还多亏了一位农民约翰。要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34岁的约翰呢，带着妻儿在白金汉郡的一个村庄里边生活。乡村小镇几十年都没有什么特大新闻，最近皇家列车被劫这事儿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所以这约翰呢就跟自己妻子开玩笑，说报纸上不是说吗，说这帮劫匪很有可能躲在作案地点的附近，那肯定就是咱旁边这些农场呗。说完之后呢，他自己就乐了，他媳妇儿也没拿他这话当回事儿。可是就在几天之后呢，正在放牛的约翰就见远处开了一辆越野车，几个男的从车上下来之后呢，就躲进一栋屋子里边。大白天的把这屋门呢关的是紧紧的，因为在英国农民呢，乡下的生活是比较闲散的，大白天的敞开门吹吹凉风喝喝酒常有的事儿。这个一进屋把门就给关的噔噔的，这个在英国乡下非常少见。这个很好奇这约翰看了之后就来到这屋子附近，就想探一探究竟。他透过篱笆的缝隙呢，发现窗户上窗帘都拉着，他就越想越奇怪，说这估计不是啥好事。就这么着，这约翰就报了警了。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很快就来到这家农场的小屋。之后呢，一位警员跟这个约翰说，老兄你可能发现大家伙了，这间小屋真的就是10几名劫匪的藏身处。当然了，警察来的时候呢，打草惊蛇，这劫匪呢已经逃之夭夭了。那么在这个小屋里呢，发现了大量的罐头食品，还有印着皇家邮政字样的空钱袋，这些证据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匪窝。同时在车库里呢，还有2辆越野车没来得及开走。从现场来看，这几个人呢真的是准备在这小屋里长期藏匿。屋里呢发现一台被改装过的收音机，可以调频到警察局来监视警方这个行动的那个频率。就说这个收音机里边呢有警察局的那个发布的布告各什么的，给大伙儿通缉什么什么，这收音机可以调到这个频率。警方认为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台收音机，这群劫匪知道了警方前来抓捕他们这个事儿，提前就跑了，就说明这伙劫匪智商还不低。但是在慌乱之中呢，他们没来得及清理现场，屋子里边到处都是这几名劫匪的指纹，其中有很多人呢都是有过前科的。警方通过这个档案呢，很快锁定了这些人身份。大部分嫌疑犯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基本上就被抓住了。可是主谋雷诺兹呢，逃亡了5年多。但5年多之后呢，这雷诺兹也被抓起来了。那么劫匪中的13个人分别被判了3到30年的有期徒刑，另外2个人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起诉，还有2个人至今下落不明。那么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出狱之后都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又或者他们重操旧业，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但是对于主犯比克斯来说，他精彩的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在这个皇家列车大劫案当中呢，比克斯分到 14.7 万英镑。因为他之前就有案底，所以这次比克斯被判了30年的有期徒刑。在服刑15个月之后，比克斯趁狱警不注意，用自制的绳梯翻过8米高的围墙，跳过一辆事先狱友为他安排好的敞篷搬家货车里面，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越狱很轻松就成功了。所以从这时候开始，他的全球逃亡生涯拉开了序幕。比克斯呢，先是乘船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先从英国跑出来。与此同时呢，托狱友给他的老婆捎去口气，让他带着孩子跟他在巴黎会合。那么在巴黎呢，比克斯为了掩人耳目，花了4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5万英镑，就做了个整容手术，改头换面。他又搞了一本新护照。随后呢，他跟妻子2个人会合，一家人呢就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稍作整顿之后呢，又搬到了南澳的阿德雷德。在这个地方，比克斯彻底更名，他换一个名字叫迈克尔·海恩斯。到现在为止呢，他分的 14.7 万英镑已经花剩的就剩个零头，剩下不到7000英镑。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这比克斯心里头害怕，他并没有重操旧业干起偷盗勾当，而重新做回装修木匠，就跟他在这个阿基特家里干的活一样。就这样呢，一家人过了一段时间很平静的生活。这时候比克斯的第3个儿子出世了。这一年呢，他收到了一封奇怪的匿名信，寄信的人呢就没有留下姓名，告诉他说国际刑警已经知道你在阿德雷德了，劝你一家人赶紧离开。所以说他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但是比克斯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保险起见还是走吧。随后呢，比克斯举家迁到了墨尔本。在墨尔本呢，他一边做装修的工作，一边接一些电视台的活，比如帮电视台做室内布景。不知道是因为比克斯曾经花大价钱做的整容手术被人坑了，还是说那时候整容技术真不怎么样，比克斯竟然被电视台的同事给认出来了。随后电视台一名记者发表一篇文章，说曾经的英国皇家列车大劫案的逃犯就在墨尔本。你想澳大利亚也是英联邦跟英国呢互通生气，消息传得很快，所以这个事儿呢很快就成了新闻头条。比克斯一看待不下去了，准备再次出逃。所以当这个当地警方破门而入要抓他的时候，比克斯已经坐上偷偷前往巴拿马的货轮。不过这一次走得匆忙，他没来得及带走自己的老婆孩子，所以从此他就跟家人两岸相隔了。比克斯来到巴拿马呢，又搞了一本新的护照。很快通过这护照呢，他就到了南美，到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他刚到巴西也没消停，白天沙滩美女，晚上夜夜笙歌，巴西玩的地方有的是。在里约耶稣基督像下面呢，比克斯还买了一处豪宅，和自己的新任女友过起同居生活。但是这种只出不进的日子这个肯定维持不了多久。就你光花钱你不挣钱，他剩了点钱很快就花完了。那么就在比克斯逃亡10周年之际，一位自称是英国《每日邮报》的记者联系上比克斯。比克斯再三考虑之下呢，决定以自己逃亡以及犯罪经过为筹码，和这记者做个交换。他让这位记者呢回英国帮他斡旋，说在英国获得免起诉的保障。可是没想到呢，当比克斯赶去跟记者见面的时候呢，上当了。这记者是钓他鱼呢，等待他的是一名警察。比克斯被逮捕了。那么在巴西入狱呢，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巴西和英国之间呢没有引渡条约。就在两国商议着如何把比克斯引渡回英国的时候呢，他在监狱里，比克斯碰到了他另外一位好心的狱友。你看，好像比克斯这一辈子他所谓的贵人呢都在监狱里。这位狱友就告诉比克斯说，巴西有法律规定不能引渡巴西孩子的父母。于是比克斯就想到了他的女友。当时他女友呢已经怀了比克斯的孩子。那几个月之后呢，一名男孩顺利出生了。在这期间呢，这比克斯也是紧着告诉他女友，一定保证这孩子顺利出生。这样呢，比克斯就成了巴西人的父母了。所以他就不能被引渡，而且顺利获得了假释。所以英国引渡比克斯计划就完全泡汤了。那么这个时候，在澳洲待着的前妻呢和比克斯离了婚，而前妻呢把比克斯的故事呢卖给了澳洲当地一家杂志跟出版社，获得了4万英镑的酬劳。你看他前妻也发现这是个发财的好办法，因为他也是当事人嘛，讲了比克斯故事，可信度很高。那么从巴西出狱之后呢，比克斯重刑犯这个身份呢可以说尽人皆知，他想找一份正常工作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时候的比克斯从他前妻那获得灵感，他想我这故事还有很多人喜欢听，我何不利用我这故事卖钱呢？我挣钱我得活呀。于是比克斯呢先放出消息，
说自己啊就是当年震惊世界列车大劫案的主谋之一。然后自己呢在家里举行一个小规模的烧烤聚会，当地就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想要一睹这位惊天大盗的风采。那当时一家旅行社呢从中看到商机，和比克斯合作呢开通了一条比克斯专线，专门接一些游客来比克斯家参观，听他讲故事，和他一块吃饭喝咖啡，走的时候呢还能拿到一个比克斯签名的杯子或者 T 恤。那慕名而来的不仅仅有普通人，甚至还有英国的一些名人，包括英国一些橄榄球队、足球队球星也漂洋过海来看他。一时之间呢，比克斯把巴西当地的旅游业都给带起来了，很多商铺开始大量贩卖跟比克斯相关的周边产品。你像他签名的这个 T 恤啊，包括他本人的肖像啊，还有一些写有他故事的这个书法和画册和书籍。所以逃亡10几年之后呢，比克斯再次赚的是盆满钵满。而这次与之前大劫案不同呢，比克斯靠的是正当的商业手段，人家不是犯罪。随后比克斯跟英国一支摇滚乐队呢还合作推出了个人单曲，叫无人无辜，就没有人是无辜的。你看这歌多有意思吧。那这首歌当年还上了英国音乐排行榜的前10名。所以比克斯这事业那做的是风生水起，把英国当局那边气的是牙根都痒痒。明明一个大劫案的逃犯，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明星了呢？1983年的时候，有一群亡命徒把比克斯给绑架了。有小道消息说这群亡命徒实际上是英国一些退伍军人，他们拿到高额的赏金，奉命把比克斯抓回英国。可是这个时候连老天爷都站在比克斯这边，这帮绑匪用了一个偷渡的船只，准备把比克斯运回英国。可是这个船呢在经过巴巴多斯的时候出了故障，随后当地水警很快就赶来了，把这伙人给抓起来了。巴巴多斯当时跟英国也没有引渡条约，所以比克斯呢被再次送回到巴西。结果这段经历呢也增加了比克斯本身的传奇性，他比原来还火了。所以1988年呢，以列车大劫案为原型的电影《火车大盗》上映了，这主角就是比克斯。比克斯变得更加家喻户晓了，比克斯甚至还出版了自传，时不时呢他还会放出来一些挑衅英国警方的照片。而英国那边呢自始至终呢也没有放弃对比克斯的引渡。到1997年，英国和巴西的引渡条约终于签订谈妥了。但是这个时候巴西当地是不可能放过这么一棵摇钱树回国，他就跟英国那边说说比克斯这起案件已经过了追诉期了，也60年代发生的事现在都90年代了，30年都过了，他不能被引渡。与此同时呢，巴西还给比克斯呢颁发了永久居留证，也就是说比克斯身份完全洗白，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留在巴西了。那在我们看来呢，这样一个惊世大盗似乎没有得到他相应的惩罚，而事实上呢不是这样。比克斯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悲惨，他巴西的女友呢因为他呢过日子不着调，风流成性，实在无法忍受他，离开他了。比克斯呢就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1998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比克斯呢已经69岁了，快70了，他在家里中风了。这次这病让他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之后比克斯强着身体为自己办了70大寿。那场寿宴上呢，他邀请了很多昔日的好友，还包括在英国已经被释放的了当年列车大劫案的主谋雷诺兹。雷诺兹当时也已经68了，比他小2岁。那么70大寿过后1个月呢，比克斯又为了一个生发水做了广告，这个几乎是他的面容最后一次公开出现在电视上。随后比克斯又2次中风。咱们知道中风这病一旦要是有了之后就容易复发。那么72岁的比克斯呢，因为不想再拖累儿子一家，同时他也开始怀念英国完善的医疗系统。那英国的医疗水平比巴西也高，而且这个基本民生保障比巴西也好。这人岁数一大都有这想法，想落叶归根，就不想在外边再飘着了。你想从60年代他跑出来，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他能不想家吗？所以这时候他不顾家人的反对，频繁给英国警方发邮件，说我愿意回国自首认罪伏法，但是条件是呢，希望能在监狱当中得到治疗。这时候比克斯的儿子呢也多次往返英国，帮父亲呢获得最大程度的豁免。2001年呢，比克斯回到了英国。30多年以后经过全球逃亡，第一次回老家伦敦。
他在一所高度设防的监狱里服刑。8年之后呢，由于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几次发生肺部感染，比克斯呢被允许假释。那么在英国列车大劫案发生半个多世纪后，2011年，比克斯首次公开道歉。他表示呢，尤其对当年被殴打的那位列车司机感到深深歉意。他说呀，这些年的病痛折磨呀，是对我自己最大的惩罚呀。到2013年，这位传奇大盗与世长辞了。他总共呢活了84岁，中国话嘛，73、84，言而不请自己去。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是，当时在他的葬礼上呢，不仅有他的儿子们、前妻、朋友们，甚至还有当年曾经追捕过他多年的警察也来参加了。那么大家之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原谅了比克斯，也许是因为在火车劫案之后呢，比克斯真的就没有再犯案，没有再犯罪，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呢，他也确实真心做出过忏悔。也许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想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火车大盗，而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家人们记得他曾经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爸爸。那么至于劫案第一现场的 HVP 那个车厢，作为物证这个包厢保留了7年。为了杜绝任何人呢到这儿获取什么纪念品，所以在警方和邮政局人员见证下呢，车辆在诺福克呢被拆解成碎片，并且销毁了。如今呢，只有退役的同一批红车皮包厢静静地停在博物馆里边，供人们参观。所以你现在到英国呢，有人说这就是当初那个惊天大劫案那个皇家列车，那不对，那是他们同一批次的。原来那个被劫那辆车已经被肢解了，因为就怕有的人到这儿取什么这纪念品那纪念品，那也得把这车毁了，而且会容易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所以你看今天咱们说这比克斯够传奇吧，逃亡了这30多年期间居然成了大明星，而且在70多岁年龄又落叶归根，回到英国活了10年以上的84岁得享高龄才过世，恐怕天底下的抢劫犯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幸运了。最近这几年呢，在网络上有那么一本小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名字叫《鬼吹灯》，写的什么呢？就是盗墓那点事儿。当然了，这个《鬼吹灯》小说是虚构的嘛，可是里边有关盗墓的种种离奇情节确确实实让人读起来感觉到津津有味。那么其实我们中国历史上盗墓这个事儿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盗墓的规模最大的，从墓里边得到的宝贝最多的，这是哪一起盗墓案子呢？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事儿。这是发生在1928年的清东陵盗墓案。1928年呢，在这个河北遵化县清东陵被盗了，慈禧陵、乾隆陵被给挖个乱七八糟，盗走了大量的宝物，这等于是大清的祖坟被人给刨了。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呢，当时在天津已经被从北京故宫给撵走了的末代皇帝溥仪听到这消息放声痛哭说此仇不报，我枉为爱新觉罗家的子孙。这也确实是，虽然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民国了，但是这个东陵毕竟是人家皇族的财产。因为当初呢，清帝退位的时候，民国政府呢跟清朝王室签订了一个合同，这名字就叫清室优待条件。就说你退位了吧，你原来你的财产还是你的。你看东陵西陵，东陵在遵化，西陵在义县，这些陵墓包括故宫里那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所以就说清朝的财产呢归清王室继承了，这个是得到民国政府保护的。得到政府保护的，你说哪个人敢吃了雄心吞了豹胆就把这些坟噼里啪啦给挖了，把里头财宝都弄走了？说谁这么大胆子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孙殿英，当时任国民军第12军的军长。说他确实下边呢统领一个军的部队，这人力也有了。可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在中国挖坟掘墓就是死罪，就即使说不死你也架不住人家讲究你，因为挖人家祖坟这事儿是伤阴德的，但凡是个人都知道要这么干
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得被人唾帽。那么说，孙殿英当时作为12军军长，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怎么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么干呢？这得说当时啊，到东陵有天时地利人和多种有利条件集中到孙殿英这。第一个，你说这天时，1928年的时候呢，国内军阀混战，北洋政府已经不行了，南北各路军阀争相抢地盘，扩大自己的资源。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谁都想趁这时候浑水摸鱼捞一把。而这个时候国法家规几乎都不存在了，随便干了，也没有王法了。所以这盗墓在当时来说得天时了，最乱的时候就这乱乎劲儿，谁想浑水摸鱼捞一把都行。那么地利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这天时，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整个的这个孙殿英的12军，他是在华北一带活动，正好呢，遵化县这一块、蓟县这一带是他驻军所在地，也就是说，这东陵呢，就等于在他嘴边，是他嘴边的肥肉，他都不用伸手，张张嘴就能咬着，那就正好就这一块归孙殿英管，实际归他控制，这为地利。人和呢，就你盗墓这种万分掘墓的事儿啊，要没点这个黑心厚脸，干不了这玩意儿。可孙殿英正好，这小子打小就不着调，念书时候就烧过学堂，大了贩过鸦片，当过土匪，所以他脸厚心黑，这两样都占了。他盗墓没这心理障碍，随便干，我也不怕报应。第二，他胆子还大，他还敢干，所以这人和他自己敢登。再一个，他手底下有些能人，给他出主意的有个军师叫梁朗先，他下边还有些死党，你像谭文江啊、冯养贤呢，这都他手下很得力的将领。所以他等于当时有人，这些人呢，再加上我们说一个军的部队，哗啦，要挖一个坟来说，这人力是足够的。所以他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另外一个，那个时候呢，还有个问题，就是看护我清东陵这个护陵大臣也不着调。这不是陵都是地宫吗？皇坟上面盖着名楼啊，是什么个祭祀的殿堂啊？这个殿堂里头，你什么大铜鼎啊、铜鹿、铜鹤呀，都被这大臣给卖了，自己发财了。周边老百姓一看，他都王二小放牛，不往好头赶，咱也来吧。扒门的扒门，扒窗户扒窗户，老百姓都上去动手抢东西。你说这时候孙殿英有这么庞大的军队势力，他能善罢甘休，能这么看着吗？况且这个陵里头，你想想清朝的皇族，皇上葬在那儿，他里头得多少宝贝？这对于孙殿英来说呀，贪财如命的多大的诱惑力。同时当时孙殿英跟老蒋蒋介石不和，是蒋介石收编孙殿英的部队成第12军，当时蒋介石还想什么时候把他裁撤了呢。所以孙殿英一看老蒋早晚得收拾自个儿，我还不如留点后手，干嘛呀？我得扩充军队，得买枪啊！扩充军队买枪，你不得钱吗？钱从哪儿来呀？盗墓吧！哎，所以我刚才说的如此多的条件累加到一块儿，天时地利人和，正好成全了孙殿英这时候盗墓。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孙殿英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罪恶的盗墓活动。那孙殿英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派军队进驻清东陵？他又是如何进入东陵地宫盗取宝物的呢？那么盗墓毕竟这是被别人骂断子绝孙的事儿，孙殿英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派军队给我把那地方占上，然后就开挖。他得等个时机，他也把下边人拢到一块商量，咱什么时候对这东陵下手。要我说这就该着。正在这时候给了他一个借口，有一伙土匪呢把这东陵一带给占上了，声称啊要挖坟。这一下孙殿英有借口了，好，一伙土匪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敢挖人坟墓，这还得了？马上命令自己下边的师长谭文江带着兵给我剿匪去。那个匪首名字叫马福田，带领一群乌合之众，那哪打得过正规军呢？顷刻之间被打得落荒而逃，七零八落。
这时候孙殿英来劲了，给我把东陵周围30里地以内给我戒严。干嘛呢？第一个，我要抓这伙土匪；第二个，这是重地，我要在这儿当军事禁区，得埋地雷。作为军事机密，怎么样？你们都看着呢。所有老百姓给我赶走，把这护陵的一些员工你也都给我走。所以把这周边全戒严了。这一戒严没外人了，那就任他为所欲为。孙殿英把部下找来了，商量好了，咱们现在就开挖，定好目标。哪几个目标呢？慈禧的定东陵，乾隆的裕陵，康熙的景陵。一个是这3个陵挨在一块儿，便于下手。第二个你琢磨琢磨，清朝叫康乾盛世啊，康熙跟乾隆俩皇帝的坟，再加上最晚死这个慈禧老佛爷，你琢磨琢磨他这墓里面得有多少宝贝啊？所以先可着这仨下手，把这些当兵的叫来，定好了谁完成哪个，谁完成哪个，谁完成哪个，限你3日之内把事干完。为什么3天？他也怕时间长了，夜长梦多，让人家知道这事要坏。所以就这么着，这3伙人就开挖。可是挖归挖，咱们以前也讲过和古代皇帝陵寝有关的事。这皇上这陵寝构造特别复杂，而且出入口弄得特别隐秘。你不是谁说是拿点工具噼里啪啦就挖就能找着的，尤其是这个墓道的口你要找不着，等于白费。别的地方呢铜胶铁柱一般，所以费挺大劲都没找着墓道口。说找不着墓道口，他怎么能进这坟呢？哎，后来这墓道口就让他找着了。怎么找着的？无从可考，说什么都有。有说是孙殿英已经拿到了这个当初的施工图，还有的说呢，原先有的这个施工的老人没死留下来了，完了告诉他口在哪儿。也有说他瞎猫碰死耗子。这里边有这么一个事儿，就说当初啊，所有的这些施工的人员，一半找的是哑巴，因为哑巴不会告诉别人什么秘密；另外一半呢，在里边刨着刨着，安师门各方面都整完了，会有人过来执行剿灭政策，把这些人都弄死在里边，灭口。说也巧了，就在封入口的时候，正施工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姓姜的石匠，这封慈禧太后坟的时候，那阵他也就是30来岁，孩子刚出生。没想到这姜石匠命大，活下来了。所以这20多年过去了，他没死，所有他那些同伴施工的全给在里头被灭口了。所以孙殿英打听着有这么一位也住在遵化县里头，就把这姜石匠弄来，让他说入口在哪。姜石匠死活不说，因为他这个老头他也迷信，这就把这地方说了，刨人祖坟，我跟人就得死。好，你不说吗？好，把你儿孙都抓来。你不说，问你一句不说毙一个。结果这老头没扛住，把这个地道口说了。这是现在留下来有这么个类似民间传说，准不准咱不知道。反正孙殿英呢，不知用什么手段把这入口找着了。这个入口在哪儿呢？我前面不说吗？当时请的工匠一半是哑巴来施工，就在这个明楼后头呢修个哑巴院。这哑巴院北边啊有一个琉璃影壁墙，这琉璃影壁墙下边就是地宫的入口。当然这是乾隆的裕陵，康熙的景陵。慈禧的定东陵不是，因为慈禧她权力再大，她不是皇上，级别不够，所以她墓道的入口呢是明楼下边有个石洞口，进到石洞口前面有座墙，这个墙是浇了铁汁的，叫金刚墙。金刚墙下边是墓道的入口，所以这个先可着慈禧这定东陵开刀，把这个入口找到了，进里边一看，嚯，大石门拦着，这石门都有万斤那么重，怎么开？往上撞吧，怎么撞也撞不开。最后费了很长时间，9的2虎之力，这门的后头有个顶门石顶着，最后把这顶门石都撞2半了，这门算开了。开了，大伙才看着，后头有个顶门石，那早知道这不费这蛮力啊，用那细铁圈把这石头套住，然后搁木棍顶，把它顶开了，石门一推就开了。所以慈禧陵的第2道门、第3道门都是用巧劲开的，唯独头1道门硬撞开的。所以现在慈禧陵呢撞的痕迹还都留着呢。这不3道门过去了，
眼看要进里边这道门，费了劲了，怎么整也整不开了，也没那耐性了，弄个洞，搁炸药，啪！这现代技术是快呀，你过去什么机关暗弩啊、水银呢、毒箭呢，挡不住炸药，一炸玉石俱焚，啪，炸开了。依靠爆破技术，孙殿英炸开了东陵义宫大门，进入了陵墓核心部位。那清朝帝王陵墓中都藏有哪些宝物？孙殿英又是如何对东陵进行毁坏性盗取的？他盗取的宝物又都流落到哪里？进到里头，这当兵都傻，地面铺着金砖，顶上有那金龙，先把这墙摘，一头弄，这就一步一步逼近了慈禧陵的核心，就他这棺椁。什么叫棺椁呀？棺椁其实就是大棺材、小棺材，大棺材套小棺材，外边这个大棺材呢叫椁，哎，木字搁一个享受的享，叫椁。里边呢真装着尸首，这小棺材叫棺。这个椁呢，外头这金丝隐隐也很漂亮，那管什么用啊？给我弄开，半天弄不开，搁斧来吧，噼里啪啦把这椁木都给砸碎了，见着里头的金光灿灿的这小棺装着慈禧尸首。这时候当兵头不敢大意，来，让他别把里头宝贝弄坏了，赶紧拿刀把里头的棺材撬，小心翼翼的把这棺材撬开，一撬开霞光万道，我都晃眼睛。为什么呢？咱一会儿就会说到，慈禧这棺材里头装的宝贝多了去了，这个明珠那个宝石，这个项链那个什么的太多了。这会儿大伙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哪儿呢？你别忘了，除这些宝贝还有人呢，慈禧尸体在哪儿？打开当时照明的设备一看，这时候慈禧已经死了有20天了，可是一看呢，还是老太太模样，不是说是那烂的不像样了，或者就剩把骨头，不是，跟活着没什么两样。一看慈禧，大伙都呆了。可是瞬间，搁目下说也就几分钟功夫，你会发现慈禧的皮肤由白转黑，迅速塌陷下去，一下子成了干尸模样，只能看到她手指头上长着1寸多长白毛。说这怎么回事呢？现代科学好解释，他棺材密封的严，不透气儿，突然打开了，氧气进来了，迅速氧化就成了干尸了。这个时候周围人都吓坏了，以为慈禧诈尸显灵了呢。你想关门这个盗墓，他心里能够害怕吗？可隔了一会儿一看没动静，毕竟贪财这个欲望大过了对死人的恐惧。这时候一拥而上，把自己身上这值钱的东西，脑袋顶上夜明珠全给弄下来，把他嘴都给拽开了。为啥？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这宝珠是绿色的，两边往上一对，100米以内能照见你头发丝，夜明珠跟电灯泡那么亮。这也就不管了，把慈禧尸身弄一边去，它里头多少宝石珍珠，这各种宝贝都往出搬。后来是满清的一老一少有听到这令人悲痛的消息，赶过去收拾残局的时候，曾经用笔写下来当时的情况，说慈禧那尸体被扔到一边去了，趴到那块儿，但是头绳还能看得见，扒来呢脸倒是都塌下去了，嘴角上还有残破痕迹，怎么被人拽开嘴巴里头明珠拿走了？你说这死时候嘴里含个珠子有什么好处？所以把这个慈禧坟里这些宝贝呼啦啦给运出来了。那边呢，这琢磨这个乾隆的御陵也弄开了，弄开到最后一道门，里边就是乾隆棺材了，这门怎么也打不开了，9牛2虎之力打不开。哎，还用那招吧，画个圈，啪，炸药整，咣，炸开了，接了。这个乾隆的这个陵寝里边总共有是6个棺材，就他自个儿还有他妃子陪葬这些6个棺材打开一看呢，仅有3个棺材在原位，放到那木架上。乾隆自个儿那棺材最大最重那个，把木门给顶上了，所以打不开吗？由于我们在东陵工作多年，这种现象呢，我们就是也见过的。像容妃的地宫、纯惠皇后妃的地宫，他们里面的棺椁也是由于地宫里有水，浮力很大，尽管那些棺材都有卡棺石卡得很紧，也飘起了，也移位了，跑到地宫的角落里去了。那么把乾隆棺材打开，里头的好东西，乾隆跟慈禧不一样，他比慈禧有品位，乾隆有文化，
他棺材里头一些珍贵的字画非常多。最值钱有2样东西，一个是呢乾隆尸体上戴的那个朝珠108颗，有2颗大的是朱红色的，还有一把9龙宝剑，宝剑上刻着9条龙，镶了无数宝石。这把9龙宝剑可不简单，后来孙殿英把它送给蒋介石了，而这把宝剑后来稀里糊涂的赚了好多人手。而且据说戴笠死之前到北平，从北平一个汉奸手里就把这把散落到民间的9龙宝剑收上来。后来戴笠带着这把9龙宝剑，结果在南京山上出事了，撞到岱山之上，最后可以说戴笠死不得全尸。有人说这把9龙宝剑乃不祥之兆，你动了帝王之气了，谁拿它谁没好事。说戴老板就这么死的，这当然这是后来的传说。那么乾隆陵里边好东西非常多，除了我刚才说这2样，什么玉石啊、象牙呀、珍珠啊、字画呀，非常多。孙殿英把弄出呼呼啦啦弄了40-50箱，这一下子大丰收。你琢磨琢磨，这孙殿英得从这里面弄走多少好东西。那么说喜陵加上乾隆陵这里边得有多少好东西呢？咱们原先留下过一些文字资料，后来呢也有人写回忆录，陆续呢就把这笔补上了。咱们先看段小片，你看看这2个陵里边得有多少好的东西。据不完全统计，孙殿英盗取的宝物粗略估计有：乾隆随身携带无价朝珠1串，9龙宝剑1把，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铜制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价值不可估量。那么大家看完这片子，你会觉得孙殿英弄走了这么多好东西，这不富可敌国了吗？再说蒋介石心里也是嫉妒，这财产让他弄下来。那么孙殿英也不傻，也知道自己躲不过去，假模假样拿出2箱宝贝，说我就挖这些送上来。经过这么一贿赂，上下再一打点，这事后来弄得不了了之。那么这个孙殿英呢，自己弄了那么些宝贝，在他手有的是损毁了，有的他卖了，就卖到海外去挣钱了，有的他不知道送这个送那个也行贿了，这没干好事这人呢。后来呢，叛国投敌，解放军呢在江西汤阴县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关到监狱里，没过1年，这老兄大烟瘾也犯了，也一身的病，最后一命呜呼。可他死是他死了，孙殿英当初抢这些宝贝到底都流落到哪儿去了？这成了无头公案。而现在我们看，当初慈禧陵、乾隆陵有好多宝贝，现在在海外，有的在国外什么大英博物馆里藏着呢，还有的在国外拍卖市场活跃，国内的拍卖市场也时不时偶有当年的这些文物现身。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孙殿英这么一搅和，这个陵保存到今天，在人民政府主导下逐渐开发，它可能会得到更加完善的保护。而孙殿英这么一破坏，不仅仅是这些宝物流失的问题，还同时把作为非常珍贵的清朝时候这个亡灵地寝给破坏的乱七八糟。所以孙殿英在这个事件上不光是挖坟掘墓缺了德的小人，他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过程当中一个千古罪人。